再过一天就要迎接2026了，到底是战争先到还是外星人先到？来看这一段画面，仔细看哦，右边慢慢的那个走进来是什么？哇，这么高的，这不是人吧？对，现在怀疑是3公尺高的外星人。堪萨斯州的这个直击的镜头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带你再看另外一段影片，4个月前。一名巴西的天文学家录着了一段让人无法置信的影片。仔细看镜头的后面，在哪里？这个是月球的陨石坑，居然跑到了不明物体，缓缓地升起来。等一下，我们慢慢一格一格放给你看，到底月球的背后藏了多少秘密 ？NASA 在这个地方没有跟人民报告的呢？对，俊阳哥，再过一天呢，就要迎接到2026，大家都想说，2026到底我们整个全球的运势会怎么样？那到底是战争先来，还是外星人先来呢？今天跟大家解密哦，我们请出了印度神童阿南德来跟大家讲，阿南德最新预言说，哇，明年2026不得了，400年来难得一遇。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全世界哦，在明年2026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点呢，点出3个时间点：4月、7月。跟11月，而且他直接点出了4个地方，就在菲律宾、中国、北韩、日本，哇，都在我们台海周边哦。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400年一遇，说明是什么？400年来再一次没有看过比这个更凶险的一年。这几个地方，北韩、日本、中国、台湾就在风暴的核心，更不要讲往南这边，我们还有巴士海峡的菲律宾。换句话说，战争会由刚刚画面当中4个火药库来点燃吗？非常有可能，可能在东海或是在台海地区，有可能点燃这个火药库情况。那大家说，除了战争之外呢，其实也有其他预言家预言，可能外星人会先来。什么外星人先来呢？盲眼龙婆呢曾经预言说，2026年呢，哇不得了。人类会首次来接触外星生命，而且呢，根据他的这些回忆的这些预言，曾经发现说，他的讲法是说会有巨大型的太空飞船、外星的飞船降临到地球，所以可能是人类跟外星生物的第一次接触。这个说明的是巨大的太空船，再来巨大身形的外星人吗？这不就来了吗？来，堪萨斯州居然拍到了这一段画面，今天大家都在找答案。拍到的究竟是什么？对，不要说盲眼龙婆的预言不太可能。大家看画面，这个画面是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是由隔壁农村的这个监视器拍下的画面。大家看到画面当中有2个身形非常长，我们不确定他是人类还是外星人，不过看起来非常像外星人。为什么？何以见得？因为它四肢非常的纤细，非常长，移动非常的缓慢，高大的生物，目测大概3公尺左右，240到300公分左右，那就一定不是人呐、人哪有那么高的、那么细的？而且他走路非常缓慢啊，全身基本上是像穿白袍一样，慢慢的移动。刚刚看这个移动的方式，大家会想到什么？2007年的佛雷斯的夜行者。这个画面里除了身形这么高，这个目测大概就是3公尺，它不是人。再来，你们看他眼睛。它映照着那个反射那个光，看起来还有这个头型，这根本就是我们对于 ET 那个倒三角锥的那个头型的所有想象。那真的是外星人吗？对，居然哥，为什么大家要合理怀疑他是外星人？因为他走过的地方，我们照理说，我们人类走过，在这个草地上面至少会留下脚印，他们没有留下脚印，而且隔天呢，居然发现在旁边的农舍。旁边一大片的草原出现了麦田圈，麦田圈，而且重点是怎么会突然一个晚上会出现这样子的麦田圈情况呢？我们还在怀疑说麦田圈就是外星人的杰作，是才出现了2个3公尺高，不知道是人，不知道是什么的，立刻隔天天亮就麦田圈了，所以极有可能是外星人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留下的讯号。但我刚刚讲到这个，大家会联想到2007年的佛雷斯诺的这个夜行者情况，因为当年就被拍到说，有2只。看起来身形也是非常高，大概300公分左右，就像这样子，有没有？全身白的，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它移动速度看起来比较快哦，快速移动在这个监视器画面过去，走过去之后呢，发现它只有2条长腿，大家看到没有？它没有身体哦，只有2条长腿哦。如果这个是腰，2只腿在走，身体跟头不见了，很像傀儡娃娃的移动方式。那这看起来就显然不是人类。上面呢，时间也标明出来了，甚至呢，这个你看这个移动的方式。非常的快速，走过之后呢，没有发现任何脚印。我们记不记得，在一个美国的前太空人，他亲自作证，他说他在国际太空站遇到了一样也是3公尺高的外星人，
去敲他的门呢？对，这个是 NASA 的前工程师，他自己说，他曾经目睹外星人在我们美国 NASA 的这个外面的太空站太空梭外面突然出现。他怎么讲？他说他在1991年执行任务时他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说，我们的太空站外面居然有3公尺高的外星人，而且呢，这个外星人身形其实跟人类很像，他就跟刚刚我讲的一样，他的腿非常修长，也非常的纤细。当时他还提到说什么？这个外星人在这个太空站停留1分07秒的时间，是确实有停留，而且过程当中还跟当时太空站 NASA 的2名这个太空人进行互动。他不是只有出现而已，还进行互动哦。那我跟你讲，这个工程师呢，他在 NASA 呢执行了35年了。你要想，他讲完之后呢，NASA 从来没有出面反驳他。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段画面，这个是巴西的业余的天文学家他拍到的，地点是在月球的表面。这个像是陨石洞或是什么样凹凸的地方，加分带我们来看到绿色的箭头的后面，等一下你仔细看，居然有飘出一个会移动的东西。等一下，月球是没有办法有生物的啊？难道我们看不到的月球的表面黑色的那个地方住着谁吗？好，今天晚上呢，大家都可以抬头看看你的月亮，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哦。在巴西呢，有一个天文学家他那一天就拿出了望远镜，然后就朝着月球一看，仔细看进去之后，他发现说奇怪，怎么会在月球的陨石坑上面发现有一个物体在做移动，而且它有闪闪发光。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他的智慧型手机，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然后放到最大之后呢，他看到了陨石坑当中绿色箭头所指的地方亮光出来了，它从月球的陨石坑冒出来，接着它就慢慢缓缓的冲向宇宙天际，然后他就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好，你说这个是造假的影片吗？后来这个天文学家呢就到 NASA 的官网上面去，然后去找月球上的这一个同一个陨石坑，发现对得上的，所以真的有这个地方。是，但接下来要去解释，就是说镜头之下从那个陨石坑冒出来的光点是什么了？对，好，所以说可以证实说这个影片的真实性其实还蛮高的。另外来看到的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月球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月球的照片，都是 NASA 给我们看的，不是真实的月球，是 NASA 想给你怎么看，它就伪造成什么样的月球给你看。当年其实就有一个美国的前陆军指挥官大家就爆料了。1969年的时候呢，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大家还记得吗？阿姆斯壮踏月，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那一起事件啊。好，他说当年阿波罗11号的任务其实拍到了幽浮，拍到了外星人，拍到了阿姆斯壮眼前所看到的人类不可想象的画面。结果呢，这些经典的影片有40部，全部被 NASA 给删除了。删除的内容呢，包括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还有包括的是呢 ，NASA 当初为什么要删除？因为 NASA 说，的确有影片不见了。而当年删除的原因是因为呢，以前的研究主管认为说，哎呀，这些画面啊不需要保存啦，也没有保存的价值，所以就把它们通通删掉。我的疑问是，真的删掉了吗？还是来日其实会再解封印？它只是让你不要再追而已。如果你真的拍到人类第一次拍到 ET。留都把它留起来，超绝密 X 档案锁起来啊！是啊，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他不敢给你看，还是它里面有秘密呢？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当年的阿姆斯壮登月事件有一个猫腻在里头。从阿波罗11号啊，1969年当年的7月20号晚上的8点20分着陆之后。他们相隔了6个小时才打开舱门，而这个6个小时，严格来说是6小时又39分钟。他们为什么不敢打开舱门走出去？因为阿姆斯壮在太空舱里面呢，他就觉得外面有灯光，有奇怪的物体。接着，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听到的都是他传出来的“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嘛，但是不是哦？其实当年从月球传回来地球上的第一句话是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做艾德林，他看到了太空舱外面有很强的强光，所以传回来的第一句话是他大喊了“强光”。强光有强光，这才是当年月球传回来的第一句话。后来呢，才有所谓阿姆斯壮讲的那一句“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好了，相隔6个小时之后，为什么不敢出去？除了有强光之外，艾德林说他看到了太空舱门外有2个巨大中型的
不明物体，有符，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呢，就在他们的登月舱的门口闪着大量的强光。好了，就6个小时之内，其实他们是在确认这些不明的物体对他们有没有威胁性，会不会攻击他们3个太空人，所以迟迟不敢打开舱门。后来看到亮光消失了，2个中型物体也不见了之后呢，他们才敢打开这个太空门，然后阿姆斯壮才真的踏上了月球。有强光，有那个中型的这个飞行的幽浮之外，他们还遇见了什么？好，来看到这个呢，其实在阿波罗11号登月之前的2个月，有一艘阿波罗10号也载了3名的太空人，然后到月球的背面，好这边去做这个环绕。结果呢，你知道吗？时间点就在太空人登月的提前2个月，1969年的5月份，这3名的太空人到了月球背面之后，他们听到了宇宙的太空音乐。你知道吗？他们回来之后呢，阿波罗10号的太空人说，他在空中听到了这种，他的背景音你听，有没有？这个声音谁在呼呼的？像口哨声，也有人说像是音乐唱歌的声音。但这个时候，他们持续了1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播放这种太空的音乐。他们当时有跟 NASA 的这个基地塔台有回报，但是基地塔说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是电子讯号干扰。但是各位很抱歉哦，月球上面没有跟地球一样这么厚的大气层，也没有磁场，所以哪来的这种电子讯号干扰？所以大家都不相信是这种仪器的干扰，而是宁愿选择相信说有没有可能在宇宙太空当中，在月球的背面还有另外的其他生物。俄乌战争停火有望吗？泽伦斯基在诅咒普丁去死，结果他最固若金汤的官邸就被炸了。在卡姆尼亚，你要知道要干掉普丁有多难。今天我们带您直击他最固若金汤的地底碉堡。现在看到这个解放军围台军演，但是日本的北方俄罗斯现在似乎跟中国联手了哦，他要突袭美国跟日本如何去应变？在北方四岛，尤其是色丹岛的这个以北的海域和这个南千岛群岛这边，俄罗斯宣布后要在明年元旦开始演习2个月，当然引起日方的抗议，但俄罗斯根本不管。俄罗斯的外长这个拉夫洛夫甚至说台湾有事的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要强硬的表态，俄罗斯坚定支持中国。其实有人就在中俄联手之际，在普丁的算盘打好的同时，想要添乱，是谁呢？那当然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啦。泽伦斯基他之前不是还在圣诞文告说，我希望这个普丁灭亡，就是翻成大白话，我想要普丁去死啊。可是你知道吗？他讲完了之后呢，在泽伦斯基跟川普会完面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丁打电话给川普告状了，他跟川普说，泽伦斯基派这个无人机去攻击他的这个瓦尔代的官邸，等一下我们会讲瓦尔代要暗杀他，哇，才诅咒他去死，对结果普丁就被轰了。当然，我必须说，泽伦斯基后来也澄清说，他没有干这个事，是普丁俄罗斯想要这个撩拨我们美国跟乌克兰的这个离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但川普就说这种话，我非常不爽，我感到非常的愤怒，我一定会调查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今天俄乌就要讨论停火了，谁还在这个地方添乱，还去炸下了他的官邸，就是要让你们停火停不了，继续打吗？你看你都这样讲了，更何况川普的愤怒。气死！所以呢，泽伦斯基也是一个大嘴巴，好像每次说什么就说每说必中。比如说啦，之前他才说普丁快死了。说完没多久，你看到俄罗斯的这个街头普丁官方的车队就碰到疑似遭到袭击、爆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是在如神而且是在俄罗斯前联邦安全局这个 KGB 的这 FSB 它的总部的北侧的这个街道上，那时候车辆豪华轿车发生这个爆炸的迹象。乌克兰干的吗？那很多人都猜测乌克兰干，那乌克兰否认嘛，所以我才说泽伦斯基是一个大嘴巴，是不是真的想要置普丁于死地啊？要杀普丁有这么容易吗？那当然不容易啦。比如说，我跟大家讲，刚刚讲瓦尔代的官邸只是普丁的其中之一，因为狡兔有3窟嘛。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什么照片呢？这个是门，这个是办公室，这个是莫斯科近郊的新奥尔廖家，这个是锁器，那这个是瓦尔代。那我把这个消掉，你看起来门都一样哈，你根本就是复制贴上一模一样的3扇门。这是普丁的3个办公室，它都是用米色系来装，你看连门把都一样，那锁都一样。但是呢，专家在讲，这外媒报道说，你仔细把3个门放在一起，高度都一样的时候，你看它的水平线似乎有点不太齐哦，是往上飘的，你看到没有？这样往上，它的这个慢慢有高度差，看起来好像不太，看起来好像都相同，但是
其实内里还是不太一样。他为什么要搞得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也是他的办公室的内装，这里面看起来不一样，所以这3张一样的图，你还真的这是3个不同的空间吗？真的不同。莫斯科、索契还有瓦尔代使用相同的办公室来隐藏它的真实位置，一样的门把跟高度和内装。所以当我透过镜头发表重大决策，镜头拍到我，你看这个背影，你根本分不出我在什么地方发布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而且真的敌人暗杀他，也搞不清楚他在什么位置，真的是狡兔3窟所以我说，其实普丁啊还是非常怕死。怎么说呢？你看，普丁他有8处的豪宅官邸啊，名下也隐藏很多未知的这个住所。是，那其实。其中一个是在克里姆林宫，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首都嘛。那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官邸，到处都是装饰的镀金的墙壁。你看到这个有人开箱，它的这个里面哈，那当时普丁带着参观，普丁还有一个神秘的这个北约的这个边境的豪宅，它离这个北约啦，在离北方的这个北欧的这个芬兰大概只有32公里，它的边境。那你看到它这个比摩纳哥的这个国土啊大2倍哦。对还不对啊？一个普丁的豪宅是一个小国的2倍大。是啊，它上面还有2个直升机停机坪，是还有好几个游艇码头，跟一座鳟鱼养殖场，以及一处这个肉牛的这个畜牧场，照顾好它的胃，还有一家工厂跟24小时的保安，是一般人都很难入侵，更不要说要去暗杀它，简直活脱脱就像一个生活不虞匮乏的度假村一样。它哪有这么好去斩首？来，我们就给大家来看到狡兔8窟的这个普丁，在昨天传出被轰炸的这个豪宅官邸，这个才是重中之重、最固若金汤的地方，谁轰得了他呀？没错，传出91架无人机都没办法轰炸暗杀他成功的一个最神秘的普丁豪宅瓦尔代官邸这个地方，其实它是藏身在这个俄罗斯腹地里面一大片的这个森林当中啊，如同画面你看到不是山就是密密麻麻的丘陵跟那个树林里面，那周围都是错综复杂的这个地形，有树木也有这个沟壑层层的去环绕，用圈圈把它这个圈起来的地方。就是空拍图跟卫星影像，让你可以看得出它大概遍布在树林里面的一个位置。自绝于这个世界之外，你要进去里面几乎不可能弯位，也就是它没有路，那条路只为普丁而开设的。对，因为它本身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除了旁边有悬崖峭壁跟这个你看到一大堆的水域面积之外。你看到旁边就是山头和树林，没有路开进去。那有没有可能空袭真的去打它呢？那你要知道，它有防空系统而且这里有防空系统。你光是要去的话，你要先坐装甲火车到专属的一个秘密车站，这还是专为普丁修建打造的一处秘密车站。没有人可以进出车站，除了普丁之外。对，到了那个车站之后，你要再换搭直升机，因为那没有路嘛，没有路到那个瓦尔代官邸里面，你就变成搭直升机去飞最后一段。到了官邸之后，你以为周遭就是很好轰炸？周遭你知道吗？有12套的铠甲 S 防空系统啊，再加上一套 S400防空飞弹系统啊。等等，小小一座山头，然后这样的一个庄园，我还设置了这么一套 S400在这里。我看连莫斯科红场都没有这么密的空防。所以你看到铠甲 S1 12套在那边，它等于是低、中、高。各种角度和各种距离近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它全部纳入，等于是从200公尺到40公里、200公里，它都几乎可以防卫。而且你要知道，12道的这个铠甲 S1 防空系统占俄罗斯的防卫能量多大？全俄罗斯莫斯科加上全俄罗斯全部的防空阵地的数量的1/5就在这个地方，拿1/5的空中防卫来保护普丁一个人，那我就问。你鸡蛋再密都会透光，如果落下1、2颗弹药，我是说如果炸烂这个地方，它也要被斩首啊！你根本炸不到它啊！所以再加上它有这个地堡四通八达的这个地方，普丁的地下隧道，从莫斯科到乌拉尔，全球的秘密掩体网络啊，曾经有在开掘的这个工人不小心就透露了，他说他们曾经在俄罗斯在建造地下储存设施的时候，意外发现的说有这么多的这个地下隧道跟这个通道这个地下隧道的网络深度就达到200公尺这已经超过了这个美军的钻地档65米到70米、80米的这个地下能够钻地档的上限。那而且很多的这个地下掩体都是由分叉几十公里的隧道相互连接，形成地
底下密密麻麻的一个地下隧道的网络啊。但是你普丁不能一直躲在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里啊，你会移动啊。来，我们告诉大家，硬汉如普丁，谁能保护他？我看只有钢铁人了。今天为大家来揭秘他的第一保镖有多强。身为普丁的随护保镖，一定要知道有很多的美感。首先，你要懂得心理学，洞悉潜在的这个危机，然后也必须能够耐寒。高温太阳很大的时候，你还要不能流汗。为什么不连流汗都不行啊？对，因为普丁不喜欢啊，所以再加上保镖的年龄必须不能太老，要35岁以下，175到190公分之间，不能太矮，也不能太高。那曾经普丁还有一个随护保镖叫做季先科，你要知道他曾经是里约奥运91公斤量级的拳击金牌得主啊！哇，他的贴身护卫就这个2016年的里约奥运金牌哦，对，拳击金牌，再加上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个专属的4吃园，也就是古代怕他被毒死。对啊，古代皇帝不是都有下银针，直接这样，他直接有一个4吃园，先吃过他要尝的这个食物。对，而且普丁的随护，他的枪法有多准，射击有多可怕。来，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好不好？他的这个随护钢铁一般的反应，这是干嘛？这是普丁的随护在训练的一种莫桑比克射击法。你会觉得他在乱射一通，不，你不管面对前方或者是后面你看不到的敌人，你都是先瞄左，再瞄右，然后直接打中间的头部。我根本没有看他出枪，他随便这样比几下，他已经开3枪了。对，很快，就是 bang bang bang， 这个节奏就这样，快速出枪，概率瞄准，然后快速的射击，左右2枪打他的要害。这是瞄得准吗？他这样来得及瞄吗？当然来得及瞄啊。然后你看似他好像随便乱打，但是招致人于死，而且电光石火之间就已经直击要害了。对，那一招射击，其实我们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也看过，记不记得在好莱坞电影的这个《捍卫任务》里面，男主角基努里维所饰演的杀神John Wick 他常常拿着一把他的这个手枪的时候，先打左，再打右，然后再往上移一点，打中间的位置，那是什么？那是头部啊。那是要害，像这样的一个前2枪是为了更快、更准确的击中目标，然后呢，打胸部又比打头部更容易，所以他先瞄左边，再瞄右边，之后第3枪就瞄准他的这个头部，可以让这个你要射击的目标短时间你根本无法反抗。据说遭到这样的枪击的话，他几乎是99.99%的敌人会立即丧命啊！哇，这些人我们刚看到了。不需要用枪的时候，他找2016的奥运金牌的搏击金牌保护他的肉身安全。如果真的要到掏枪的时候，他在毫秒之间先置人于死。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凶手躲在人群哪里，已经被干掉了。对，而且不只是这样，你要知道普丁的身边的随护，我现在给你看这个照片，对，这2个人是不是长得很像？哎，对耶，这个是正牌的普丁。对，那这个人是谁？他的随护啊。这个叫做佐洛托夫，对，号称普丁的王牌随护。为什么呢？除了跟他长得像之外呢，他对普丁是忠心耿耿。本来是汽车维修厂维修员出身的他，佐洛托夫，后来当到了普丁的王牌随护，还变成他随护管理组的一个随护组组长，一个干部之外，他最有名的口号就是说：我们连总统呼吸的空气都要检查。天哪，这样怎么维安到这种层级的？但这个人几乎是一辈子保护普丁，跟着普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普丁20年来就把他留在身边呢？你就看到他在保护普丁的时候，曾经普丁他想要滑雪。这个佐洛托夫他不会滑雪，但是他硬要绑着一块木板，他也跟着下去滑雪，结果没想到腿就摔断了。腿断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他就打着石膏，打上石膏他还要继续执勤，就连普丁又要去滑雪的时候，他打着石膏也要去上，要跟着滑雪，为他的主子舍命牺牲性命。是，所以佐洛托夫呢，他后来就因为对普丁忠心耿耿，他后来当到了这个随护的干部一个组长。他在面试新的人要加入这个普丁的随护小组的时候，通常佐洛托夫他会面对候选人，就是准备被他选进加入普丁的随护阵营的人哦，他会面对这些人，仔细观察他所有全身上下的反应。如果你坐在那边呢，一动也不动，长时间的坐着，那佐洛多夫就会盯着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变化，用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你。假如你突然动了一下，或抓胸口，或者那你就被淘汰了啊！他就用这个来判断。哇，他有如电影，这人肉 X 光机，看看你的忠诚度，对，看看你的耐受度。你刚刚提到了。耐高温，不能流汗，然后你要能耐寒，所有钢铁般，而且你要很冷静坐在那边，逃不过他的眼睛。对，然后如果你都没有动，然后被他扫描过的话，OK， 但是他开始问了一连串刁钻的问题，测试你这个人的心理。所以就算这个人已经 OK 完全通过了，对，但是你碰到了这个佐洛托夫啊，你还有一连串的关卡，尤其是身为
普丁的水浒，你看会像说格斗、拳击，还有自由搏击等至少30种以上的近身格斗防御的技巧，才能够保护普丁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